今天非常特别，你知道在整个瑞士比尔这个地方，能够做出机芯的，其实基本上就5间。而今天我们会带大家看其中的一间。It's a museum, right? Museum is watch. What is it? That is the biggest freestanding wood structure in Europe. It's called Rolex Town. All Rolex stuff here. 各位，你看，这是劳力士的工厂。各位喜欢机械表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曾经呢都看过一种广告？一个老师傅、老匠人，在一个昏暗黄黄的小房间里面，一刀一刀慢慢戳着齿轮，然后呢做出一个很棒、很贵的机械表。但其实呢，那是骗你们的，那个都是形象广告。举凡现在所有的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欧米伽啊这些昂贵的手表呢，其实都不是像这样子做手表，而现在的手表都是像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地方就叫做比尔。为什么瑞士表会这么有名呢？其实都是因为比尔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供应链跟生产链。平常呢，大家看到那些手表的影片呢，为什么都常会看到把零件装进去，装到手表，然后装上表盘啊，然后装上玻璃啊，然后就完成一只手表？那是因为大家都是买通用的机芯装在里面。这种或许可以骗骗大家，但是我们身为这种工业人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其实做机械表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就想象说学修车的人他是并不会造车的。修车的人，他可能要了解车子的很多零件，然后跟里面很多的一些构造。但是造车的人，他是需要从零开始去想象这个东西要怎么运作，要怎么 work。那就像做手表一样。而其实，在整个瑞士呢，这个比尔这个地方呢，基本上一只手表要60%以上在这个地方瑞士制造，你才能够称之为叫瑞士表，你才能在上面打 Swiss made， 不然会被告。曾经有人被撞过。但其实呢，大家看到的那些形象影片啊，或者是把机械表的机芯拿出来拆啊、装啊，其实那个都是只有手表产业里面的5%，而真正95%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人拍过，也没有人拍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我们有机会啦，我们可以拍出一点点，因为这个产业太庞大了。但是呢，今天非常特别，你知道在整个瑞士比尔这个地方，能够做出机芯的，就是不是阿萨布鲁的乱七八糟，然后走得准的，其实基本上就5间。而今天我们会带大家看其中的一间，到底从一个机芯它是怎么样设计，一路到制作，到最后完成一只手表。我们会在这一集让大家看到瑞士制表里面的奥义。而且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找的这间其实是有 sense 的，有 sense 到就是劳力士跟其他厂商有告过他。你知道，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就2大集团，一个叫劳力士集团跟 Swatch 集团。这2个集团他发现就是不行，这个已经越做越大，然后如果有一天威胁到他们会挫赛，但是他又不加入任何帮派，就是想要找机会修理它，但是最后都没有修理成功。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备受威胁？因为他们自己做的机芯从零到有慢慢制作，而且还不止做了一种机芯。一个机芯没有这么好做，一只手表也没那么好做，除非就是买别人的机芯，然后装上一个面盘，然后自己打上自己的 logo， 那就是很好做的手表。但是你如果从头到尾能够自己做机芯，你要经过这几个步骤，也就是 T0、T1、T2， 然后 T3。一般大家会能够看到的，大概就是只有 T2，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机械表跟自制机芯如此之困难。在开始制作一只手表之前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零件设计。一开始我们会用3D 模拟，不仅仅只有制表师，而且还是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才能够完成精密的计算跟机芯的研发。研发跟组装不一样，我再次强调。设计好这些零件之后呢，就可以进到他们自己的加工工厂来进行生产。我们做好了一个小零件，做好了一个齿轮，然后这个齿轮呢很重要。它就是当我们的手表在拉出表冠要调整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拉出来的时候中间需要的那个齿轮，然后你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机器，做了一个这个齿轮，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才是做手表最难的，就是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小东西都自己做。它这样子是一次要加工7片，对，蛮大的。我加一点最后啊，这里做好了，这样。放也要很小心哦，因为你如果敲到的话，精度就不准了。接下来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一颗小螺丝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这一扇门推开之后，就是将近200年的螺丝工厂，提供了所有你看到的超大品牌，你想象得到手表全部的螺丝在这里。你这边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的产品。前面先不要拿太多，我就先大概一手拿个6000个给大家看。在这个盒子里，你在台湾很容易被当废铁丢掉。但是里面有6000个螺丝，这个螺丝大概多大呢？我先拿一个大一点的给你们看，有看到吗？在我头上，我看，我 damn it，what fuck，oh shit，god damn it，you will never find it。Oh, I'm so sorry. Okay,
How much I will pay？ 再给我一次机会，有看到？在这里，这个还是比较大的螺丝哦。然后给大家看，再更小一点点，它长得一样，不能搞混。在这里有看到？你的手上好像有够稳啊，找无啊？你的手卖踹，你的手卖踹，你的手。Don't shake。然后我这个来给大家看，我的手还是没有动哦。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很像残渣？小台。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它是一个一字的螺丝哦，上面有3个1、2、3 3圈。好了，我把它拿起来咯。然后你看，我如果今天每天上班，或者剩这，或者剩干我们在偶尔领起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里面有6000颗，可以怎么算呢？我应该有把它压住吧？我刚刚应该有压住它吧？有啦，还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算这有6000颗呢？我们可以到这边用这个机器。OK，how many？ 所以这是。你们的是这样写的、哦，对 40，他猜有40颗。How many you guess? Okay, 1, 2, 3. Okay. 28. 石玉姐要不要猜一下？1、2、3。30。哇，大家差很多呢。我猜15。不止。真的吗？那我再改一个。我想要相信待在这边25年的人啊。所以多少？我还是觉得20。它比蚂蚁还要小哎，它真的比蚂蚁。我家看到的蚂蚁还要小，然后它是一个螺丝。他已经算完了。32。哦。哇，你只差2颗哎，果然是业内专业人士。我们刚刚是用猜的，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正确怎么算。正确的就是用这个秤，这个秤超贵哦。然后因为它每个螺丝，它会先设定它1颗的初始重量大概是多少，算完之后，然后你就把它全部倒进去，你就看到它里面总共有几颗。你以为哦？我每天上班那边算就会多了。我每天算一算，然后拿过去，哎，他刚算多少？回来算。哎，你看这个，你认为这螺丝哦？没有，这螺丝没有了，这糖了，面包。上班上久了会晕掉。我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德国的机械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那边说，哎，你看星辰那个手表啊，然后他们有做出 CNC 啊，然后有做螺丝的机器，然后这边其实就有看到几台星辰的机子，但是它的厂非常大，它已经就是光是这10几20年来，他们就一直建厂，因为他们提供了全世界各个大品牌，还有医疗类的小螺丝。我来找一台机器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螺丝的材料，然后瑞士人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们以前在看打螺丝的时候是用整捆整准这样子一直抽进去嘛，但是瑞士人他们喜欢把那个整得很直了之后，然后一条这样放进去，然后从那边仔细看哦，它会一段一段的往前推，有没有看到？它这个会有一段一段的往前动，然后你从我们的频道的影像里面，你会看到就觉得，为什么刚刚我讲的是这个银色的棒子啊，但是进去的时候是像金色的棒子，那其实是因为里面有一层整层的油，然后这个油就是下面正下方。这个机器的整个加工油、润滑油，然后这样子送进去，先挤压，再打，再裁。在德国传统的 CNC 啊，他们用的方式是像这样子。以前它的材料这个夹头嘛，它有材料从料这样送出来做，对不对？所以你在车它前面的时候，你就想哦，我们刚刚那个如果一个螺丝是很小或者是很细的时候，你在这边加工支压下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很容易甩，或者是会有弹性，它就不会准。所以它这边有2个夹头，大概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料送出来了之后，我可以先这边走，我这边可以先车加工，加工完了之后呢，我到我需要的长度了，或者是中间我要加入比较中段的时候，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夹头夹住，换到这边，在这边旋转，然后这边车这边继续加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2个夹头的机子，它才能够做出一个很细很小。因为当材料细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失去它的刚性嘛，然后它的弹性也会变化。所以在这种加工不锈钢的 CNC 里面，一定要用油的。但特别的是，你看这旁边灭火器，就是因为加工的 CNC 里面有油的话，就很容易起火。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你知道欧洲人嘛，就是非常在意这个工业安全。如果在里面起火的时候，它里面的灭火器就直接啪，然后直接喷到了整个里面，然后不会让你整个外面都是那个灭火器的那些什么白色的粉。所以它材料送出来之后，它就会切下，然后最后完成的是长怎样呢？长这样。原本材料长这样。加工出来都长这样，有没有看到我小拇指上面有个死皮？它是不是就跟我的死皮差不多大？不要小看这样子哦。有看到这个，在我指尖之间，它是个1字螺丝哦。然后这是传统的机子，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料就是从这边一个直线过来，它就没有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双夹头，
然后它这个车敲完之后啊，你看它的这个螺丝掉到这里面来，像沙一样。然后另外啊，你看这个牌子，它其实是瑞士的牌子 Tenon， 瑞士人跟我讲的，这是瑞士人说的哦，好，不是我讲，瑞士人说日本人啊曾经来到这边，然后看一看就说，哦，これは你是这样子做手表的是的。然后之后呢，日本人就回去钻研了一下，做出了你刚刚看到新的机子，然后他们做出来新的机子，就打趴了很多瑞士跟德国的机子。那你知道中间就发生了就是石英危机嘛，就日本人跟瑞士人，然后他们就是互相 diss 这样子，就说啊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厉害。那在瑞士曾经有一个瑞士人当地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啊日本人他们就寄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钢珠，然后寄到瑞士来，然后他们就呛说，你看我们能够做出这么小的钢珠，你可以吗？然后之后你知道瑞士人怎么样回击吗？他们就在那个超级小的钢珠上面，然后加工钻了一个洞，然后寄回去给日本人。所以他们就是从很多年以来一直互相diss来diss过去，diss来diss过去，diss过来，然后到现在就是到商场上的手表战争。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从刚到现在啊，有没有觉得我的手都是这样子在比？因为这个螺丝从刚刚老板给我到现在，它一直还在我手上。啊，我知道你也看不到，看不到无所谓，反正还在我手上，你只要相信它在我手上就对了。这个步骤呢，在制表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属于零件制造的部分。而接下来，手表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堪称一个手表之心脏，它的游丝。就是你如果要设计一个游丝跟摆轮，其实非常困难。你先看这个摆轮，它旁边的造型多么复杂，旁边除了一个摆轮之外，里面还有每一个小零件。你如果今天要自制机芯，你不是要买别人的话，那你就要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画面你都要自己画。这个都是在 T0的时候，你就要先弄好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一间公司它用的游丝细啊，你知道台湾人应该都知道台积电吧？台积电里面细晶圆就是这个细。一个真正做自己的机芯的人，一定要能够自己做出游丝啊。我是把巨博后今天看我嘞，你讲这个部分很酷哦，要把这个游丝取出来，在这个晶片上，有没有？这就是一个游丝。OK， shit， Now you need to buy a watch. Let me try again. Yeah, try Let me try another watch. 原来你们都这样子卖手表的，就是问他说，你要不要来做手表啊？然后就拿一个掉，然后就。And you want to come work for us? Your hand is quiet. It's good. Not bad. 掉了。Okay, it's rewatch now. 游丝，一颗手表的心脏，它现在是一个 baby，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装到更小的一个零件上。你看，这就是细游丝。我现在整个腋下都是汗的。因为老板在后面，因为老板在我后面看。我现在难得来咯，我要怎么把它翻回去嘞 That's the question.？That's the question。老板都不知道。哈哈，翻回去了，哈哈，其实是掉下去的。Now you need to buy a watch. 然后呢，在这些小零件组好了之后呢，它不是组完就没事了，因为它要让你的机芯就是要走3代嘛，走你3代人家，所以它就要放到这个仪器上面去测它有没有偏掉，然后它会放到机器上面去旋转，旋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偏哪一个方向跟位置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零件做完之后就没事了，你会发现它可能在中心上在转的时候，它会偏向一个方向的时候，它就要把它消掉，它呢就很像是车子有没有在平衡。然后让它这个东西在一直转动，在你手上一直转动、一直转动的时候，它只要有偏颇1咪咪、1咪咪，它就会让你的时间变得不准。所以其实有一些牌的机械表，你没办法就是走完好几天，然后最后差好几秒或差几分钟的那个，其实都是在这个步骤没有做到。所以在你的很小很小的机械表的里面，它其实是真正你要自己做机芯，让它走得很准的时候，其实你是连这么小的地方都要去处理的。你知道会偏掉有什么原因吗？就有可能我刚刚夹掉下去的那个时候，然后就让它偏掉了。OK， shit， 这个机器超级珍贵，基本上不太会有公司会有这个机器，因为它打掉的东西非常的薄。更 detail 的，你看这里，其实你每个游丝拿出来了之后，每个硬度其实都不一样，都要上到机台去校正，这个是很少人知道，但其实在机械表里面超级重要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你知道在机械表里面重要之零件，那就是红宝石。但是红宝石呢，它其实有一个以前很想跟大家说，但是没有什么机会跟没有什么证据告诉人家，但今天总算可以了。就是说，其实很多压红宝石就是用手压，那手压靠手感，老师傅手感。你知道手感这个东西很可怕，没办法定出数据跟保证品质。所以其实红宝石真正的做法应该是要用机器压的。然后你看现在摆的样子它就有一个字距，然后把你的每一颗红宝石要压多重，要压多少的
的重量，然后它都会直接照着它每一颗的需求往上压上去。然后它这个的精准度呢，它基本上你都要在控制在1mm，因为机械表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它的每一个零件环环相扣，每一个震动环环相扣。有的时候它出问题的时候，你不能靠感觉去猜，就是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它都要变成数字，它都要变成量化。那这个会不会红宝石会不会很贵啊？以前大家都说红宝石超贵，对不对？对啊，我讲红宝石超便宜，红宝石比螺丝便宜的30 cents， ，30 3 cents。毛钱，对啊，就是就3毛钱3毛钱，螺丝贵了哦，比较贵。螺丝比较贵哦。我们刚刚那个可能螺丝那一颗可能就1欧以上哦，还有更贵的。梅亚令骨，陀飞轮里面的培林，好，1颗60几瑞郎，你存上去大概就是2000多块。但我说的是材料费哦，是这个材料哦，它还没有含装上去哦，人工不算钱哦，材料哦。那我可以跟他们买宝石回去。可以啊，带回去啊，这宝石不值钱啊，你拿出来就是哦，你看这手上有一块宝石这样子。哎，它是平的，我以为它是平的啊对，因为它要穿进去啊，它要压进去啊。你知道每次在保养什么吗？就是你都要滴油在这个上面。你看这个红宝石有没有？你这个拿给秦老板，看他估多少钱，请见价。秦老板经过50年的这个经验哈，我对于这些宝石是如如不动。我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个很酷的事情。你看他们都是这样子盒子装住，对不对？我要跟你说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影片哦，有的时候除了带大家看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重要，工业管理。我跟你说，这个超适合给所有做仓储管理的人使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可爱的小盘子，然后上面有 LS 啊、FM 啊，然后什么 TN 啊，然后 CB 啊，然后它都是每个员工的缩写。就你可以想哦，一个机械表里面大概有45个到60个部件，啊，这个部件呢，其实都是从很多的小零件组成一个部件，摆轮啊、油丝啊，摆轮上面是不是还有4个小螺丝，然后还有中间那个中心轴啊，然后这样全部加起来，那7、8个零件嘛，但加起来叫做一个部件。啊，今天超认真我，假设突然变成他员工了，然后我拿这2个小零件，我拿起来之后，那我就要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我就拿走。如果今天下一个人同时要装表，或者是在别的步骤要装表，找不到零件的时候，打开，你刚刚没去哦，就是谁拿的，要去找那个人。你看管理多重要。你看哦，现在这只是一个零件哦，你看我这边拉开，这样子有没有拉开？不止这里，你看这边。这边全部都是，你看拉开，全部都是。这个当中还有个细腻的东西，它这个一条里面就是5个，2、4、5个，上面贴的绿色小点点，就是我已经被打开用过的。啊，这个没开过的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没开过的，我一个可能就是放20个、30个或50个。所以你要点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边5个，2、4、5乘以50，250个，250个，这你就只要算绿色贴或贴纸的，节省时间。所以你看哦，如果按照以前我们的这种坏习惯，工期扎板也修趴，就是每天找不到东西，工作就没有效率。然后所以你就东西就做不好，然后大家不爽，而且你还没办法算数量。然后你知道这边的 CEO 啊，他叫 Andy， 他跟我讲说，上面他们有这个 QR code， 就变成是我在现场的每一个，不管我是员工管理层还是什么，我过来我确定说，我要做这个部件，然后我发现，哇，它库存好像少了，只剩1个，那我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就每一个人我都可以 check， 就是说我接下来的部件我自己要做，不用每个人都跑去电脑里面，然后去申请。就说，我接下来要做这部件哦，发现库存里面少了几个零件，然后所以我现在要 order。你就可以看到，少了，我明天开始装这个，我就今天直接下单，搞定。所以说，你现在对于这个零件跟部件有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坐上这只椅子。然后来进到 T1 的步骤了。T1 的阶段就是把所有加工完成的各种零件安装到你的机芯上面，也就是说，把你手表的心脏还有骨架全部都放置上去。有一些机械表隔天就不准了，有一些机械表过了好几天，它连1秒都不差。而 T1 就是关键。组装的时候，其实你需要非常熟练的经验跟技术。换句话说 ，T1 就像盖房子里面的地基，地基若不稳，你后面什么都没用。你知道组正确的零件已经够难了。那你如果今天发现你组一组，发现零件不合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回到 T0 的步骤，重新再回到电脑，重新再设计，重新再回到车床、铣床、CNC， 再回到 T1 的部分再做。但是一般的表厂不会发生这件事，或者是专业的表厂不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去买别人已经做好的机芯回来组。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表厂，就是他们的从前面设计就设计得很好。机械表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是你全部的手表装好的时候，你全部里面的间隙，其实你是要控在3缪的。你如果没有控在3缪，你的机械表一定是不准，你的组装一定不好，或者是你在 T0 的步骤的时候，你的零件肯定是有点误差。缪这个单位，我们频道讲很久，大家应该有概念。你可以这么想象，以汽车产业就是引擎里面那个气缸活塞，那个已经是很准的那个东西，它的容忍范围大概是10缪，那你就懂了吧？3缪就是它的1/3，就是在你的手表里面。
啊，对了，其实应该这么说，只有瑞士表是3名，其他国家做的一些便宜的那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步骤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回到大家平常最常看到的就是 T2 啦。但其实我们在前面 T0 跟 T1，其实我们少了非常非常多的步骤跟部件。如果我们把每个零件都拍完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拍1季，然后或者是可以拍2年。但是很多的概念呢，都像是我们以前拍 CNC 加工啊、车床铣床啊，然后把它原本这么大变到这么小。那我们就来进到装手表，接下来进到 T2 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画面。在 T1 组装完成之后，也检测过没问题的机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到装壳的阶段。主要呢就是要装面盘上面的秒针、时针、分针，还有放到壳里面。接下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表壳跟机芯的密合度。其实呢，这个会关系到它的防水性，还有上链的顺畅度。更严重呢，会导致机芯的受损。所以虽然看完 T0 跟 T1 觉得非常厉害，T2 好像没什么，但 T2 就是你的手表会不会受潮，会不会需要常常保养的重要关键。所以总结来说，在手表行业里面会有讲的 T0、T1、T2、T3的术语呢，其实 T0 就是地基要准要稳 ，T1 呢就是要架钢筋水泥 ，T2 呢就是上窗户、油漆、外观、水电工程 ，T3 呢就是表面修饰、打蜡、擦干净，最后验收。如果都通过的话，那你就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面去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样子，一只手表就完成了。其实你知道今天这支影片它算是非常的珍贵的。你知道我们世界各地走嘛，每次到新的国家、新的地方，你都想要拍一些当地的工厂，但是当地的工厂哦，通常大家都不给人家拍，尤其是像瑞士啊、德国啊、欧洲这样子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多工厂、跟这么多产业链还有供应链呢？其实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啊，那个人那就是 Orange 的创办人，就是黄女士。而池玉洁呢，她的品牌就是这个 Orange。他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人听过，但他其实在世界是蛮有名的，因为他曾经就是干出一个陀飞轮，用工业机芯的做法，然后换算台币大概就是30几万到50几万的价钱。因为以前陀飞轮可能都要几百万，但是他做出来陀飞轮品质很好，还可以拿去跑山铁。然后如果你有长期在观察我们的 Instagram 啊或脸书，你就会发现我其实有时候早上晨跑的时候，尤其在瑞士的时候，那我带的就是他的陀飞轮，然后这边狂奔。而另外有趣的事情，你知道这几天想说都来到瑞士了嘛，想必很多劳力士应该都有现货。然后我就带着他的陀飞轮，然后进去劳力士的店里面问他说：“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迪通拿啊，还是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台湾买不到的一些表啊？”那你知道我进去劳力士之后变得多有趣吗？要帮你拿钱包吗？你们要买？他在这边，我原本以为在瑞士就是你买劳力士会有现货，那其实有现货。当然有现货的都是那种2018年的什么可乐圈，像什么迪通拿、台史都没有。不过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你知道刚刚因为他其实蛮热情的，就是还有让我试戴一些表。然后呢，他从我手上拿下这只表的时候，他就就是劳力士里面的员工，然后他就说他可以看一下这只表嘛。然后我就拿给他看嘛，然后就很认真，一直研究。然后前面在聊天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是台湾人，然后所以他就有跟我讲说，这个手表的牌子其实也跟台湾有关系。我说，你既然知道，然后那个店员就很嗨，就很开心跟我说，那你知道这个牌子的创办人也是台湾人吗？我当下想说，哇，这个人在瑞士这么有名。然后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想要拍机械表，但是其实很多厂第一个不给拍，然后再来是很多厂因为帮很多品牌代工，我们写信过去也不是这么欢迎我们。然后我们这趟是因为我到瑞士出差，然后联络了黄石玉，他就很热情接待，然后他就当我们担保人，他就是跟每个有跟他合作过啊，然后就直接一句话就让我们肆无忌惮，然后看了很多东西。所以这趟其实我们来瑞士，我跟我同事就是得到了一个超大眼见为凭的资讯，就是我们才发现原来有很多很贵的牌子，然后都在一些不是很那个的工厂在制作，但这是个秘密，它就只会放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以后大概就只有副总会知道。然后最后我想要答谢他，就是这几天对我们的恩情照顾，然后还在瑞士煮台湾菜给我们吃，所以我想要留下一些版面给大家看看他设计的一些很酷的手表。陀飞轮啊，各位，你知道我很喜欢他们的表，就是它的看时间很干净，然后它的背后都很漂亮。我觉得它的背后就是那种工程师，你会觉得就是表面不浮夸，然后翻过来有内涵。哎呦，会这样子。而且另外是，就是我知道我们频道有很多就是喜欢摄影的朋友，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细腻的地方在这里，就是它上面你看有晴天啊、阴天啊，然后它是跟着相机的，晴天你 ISO 要调多少，你是阴天的时候你的 ISO 要调多少，然后它是一个对照表，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组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男生女生都
很适合的那个。我自己很喜欢黑金的搭配色。那这样他帮这么多忙，你要不要买一支？你说打通层层关系，然后才能拍这么多，对不对？而且你那个有陨石的。哦，陨石，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它这个设计是什么吗？就是陨石砸下来，然后砸成一个坑的样子。魏德曼花纹就是说陨石有特有的那个特性，然后它的每一个线条呢，它的那个切割面的线条，它都是一个线，然后另外一个线斜过去的话，一边是一边60度，一边120度。那这是因为它陨石在太空中，它每100万年会降低1到100度，所以它就是那种极度的那种缓慢的降温。那一个陨石掉到地球，它大概已经在太空上面漫游了46亿年。你知道我听说卖那个手表陨石面的人啊，是台湾人，就是卖给全世界什么 Omega 什么什么，对，他卖很多他。真的是台湾人。对对对，他好像是世界陨石最大的收藏家，在他家看过一个600公斤的。哦，你认识他哦？对。那我们下次也去他家吧。那我问你哦，我可以，比如说我很喜欢陀飞轮，然后我可以用陨石面，然后我后面还可以定我要的颜色，这样子。有啊，我们有陀飞轮陨石面的啊，陀飞轮2号。帮我们打通关打成那样，是不是？老板。陨石来一个这样子，当做就是离开这边前的保护费，不然以后来比尔这个地方会被打，你知道吗？就是会被打。Now you need to buy a watch. 好了，以上这一集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次谢谢黄姐，耶，谢谢，就是感谢你让我们频道的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机械表大家看不到的深层面。但是有机会的话，当然，我觉得大家来到瑞士，然后来到比尔，你可能看不到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都需要有一点关系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然后看到这个 H 的 logo， 就是不要忘记哦，这是黄慈玉黄姐，她是一个会讲台湾话的瑞士籍的台湾人。那这一拜的超人影片就这样子哦，大家再见，拜拜。我趁中午休息的时候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曾经我们在前几集有跟大家讲过石英危机嘛，它其实真正重创的就是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比尔这一带。石英危机不是瑞士它挖不到石英这个矿物，然后产生石英危机，是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然后这个石英表就是整个重创了整个瑞士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重创的程度真的是公司倒的倒，关的关，就是那种百年企业直接关掉然后失传没有人学，因为每个人都去买很便宜的那个日本的机芯，就是什么 Seiko 的那种石英表。Seiko 啊，Seiko 就是始作俑者，全部的人跑去买那个日本人便宜又精准的石英表，因为以前的机械表没办法做到像现在这么准，是很不准哦。就每天你要调时间，要对时间，看到时钟要对时间的那种。那个关的程度感觉大概就像是台湾疫情的时候没有，我觉得还不够惨。那个感觉就是台湾不是有那个台积电嘛？你就想台积电突然崩掉了，突然有一个东西发明了一个什么外星切片，然后比那个晶圆体，然后还要强30倍，然后全部的人都去买那个超便宜的外星人切片，然后台积电突然崩盘，你买的全部的0050蒸发到只剩下1%，你知道那个整个国家会多惨烈吗？就大概是这个气氛，这个氛围。石英危机很可怕，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知道这个晶圆啊，就是台积电在弄一个晶圆，台湾人在瑞士用台积电的晶圆做手表，台积电跟瑞士表厂联名，你看台积电台湾的这个表厂台湾人，他们的手表又是以那种工程为傲，你知道吗？那种工程师那种 top 的设计，所以就你若是台积电员工，然后就每个人就才有一个台积电版本的台积电手表，对不对？台积电服委会看你有没有考虑一下，这个联名不是每天有，瑞士表厂有台湾人的就有这个，我已经先帮你找到了，台积电陀飞轮细晶圆瑞士表。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